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人，可交往之后他变了很多，越来越散漫颓废。我是想好好搞事业，攒钱娶她。工作这面我有我的规划，是他不理解我。他以前特别浪漫体贴，每次约会都给我惊喜，现在我们约会都少了，更别提惊喜了。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是我主动哄着他，但是我嘴笨，总不能让他满意。他总说他会赚钱养我的，让我别太累，但是他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能不能有个未来。我希望我们最后能走向婚姻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挽回他。我不知该如何挽回你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磊28岁，来自河北职员；女嘉宾小严31岁，来自天津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。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正式是1年半的时间。今天你是来挽回姑娘的是吗？对，想分手是吗？是的。为啥想分手呢？之前他对我特别的温柔体贴。刚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样子，当交往之后呢，他变了许多，而且呢变得特别的散漫颓废，没有上进心。你愿意跟他分手吗？因为他之前嘛对我一直很好，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也有些犹豫，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女生其实是犹豫的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在生活里是不是也提出了分手，所以小伙子才会来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双方父母都见过吗？没有见过父母，因为他是外地人，在天津没车没房，而且工资一般。哦，你需要嫁他的时候需要房需要车吗？车子这边我们俩可以共同的，然后去买。就是房子方面的话，这个是肯定不行的。压力挺大吧？我有娶她的决心，这不挺好吗？但是他的决心表得特别多，您可能不知道。之前呢，他也很多的承诺对于我，但是他全都没有做到。哦，你说他现在很颓废是吧？对对。你具体给我们举例子，他是怎么颓废的，好不好？那还得说他这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天津认识的嘛。当时是我们在玩游戏，经常他给我做一些游戏方面的辅助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确实挺好的。哎呀，你们现在都玩着游戏就能玩在一起哈，挺厉害的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加了一个微信，我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好，经常慰问我、关心我呀。然后呢，我这边给他就是做了一首藏头诗，也是为了祝愿他以后的工作会越来越好。写了首什么藏头诗？两位谁能背一下？还是我来吧。啊，你写给他的？对对对。你没记住，那你背一下。宋家好儿难，富贵在眼前，小玉今生缘，垒成一座山。藏的啥头啊？他的名字。哎，行吧，然后你就喜欢他了是吧？对。哎，说起来特浪漫是吧？后来呢？就是当时见面的时候，偷摸的送我一支玫瑰花，然后也是特别感动。他什么都没说就跑走了，然后你送了他一首藏头诗。他送你一支玫瑰花，你们俩就好了。还没好，那个时候没有好。行，没好啊。他就去外地了。当他去外地之后呢，也经常我们俩发视频。他是说他去外地想多挣钱，结果呢，他那边的生活也是特别的艰苦。然后呢，我一看，我也是为了激励他，这边每天都要给他做一首诗。啊。然后这边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他告诉我他有想放弃的心态，然后我说那行，那你就回来吧。结果他就回到天津来了。啊，就是我感觉到他颓废，就是从天津回来之后，他不找工作，每天无所事事的懒在床上，然后就是我们俩闲聊视频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我就问他你怎么还不找工作呢？我出去找过工作，也有过面试。只不过我想找一份属于适合我自己的，准备在天津长期发展的工作。你现在有工作了吗？有。不得了吗？问题是，他之前不回来不一段时间，我替他着急的。他住在他朋友家，他也不找工作，他天天就那个样子，那别人也会生气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那段时间有多久啊？半个月左右。嗨，这是半个月左右没工作，歇一下，然后再找了，现在一直有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能代表他颓废啊。我生气的是，我给他这边，他自己大男子主义，他不用我帮忙，但是吧，我这边我看他都没找到工作，我又帮他找了一份工作。啊，你。
然后呢？我帮他找完工作之后呢，人家那边告诉我要全职，他偏偏告诉人家他要做兼职啊。然后经过这番努力，我又劝导他，我又按照他的要求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。他之前他说那些都不适合他，那我好，我给他找了第二份工作。当找到第二份工作之后呢，他直接就把电话里面就给人拒了。为啥？毕竟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有我的规划，所以说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找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工作。听明白了，等于女生好心好意帮男生找工作，男生还不领情。是。你觉得他大男子主义是这意思吗？我3年没理他。嗨，现在有工作是自己找的吗？对。那不得了吗？是啊，但是他工作上又出现问题了。啥问题？他这边是做销售方面的啊，然后呢，他们老板让他做一个年度总结的计划表。他这边直接告诉我，你给我做吧。我说我对于你的工作情况不是很了解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到你，对吧？这样吧，我说我有一个小的建议，然后帮你采纳一下。然后他跟我说，那你说吧。我说就是把Excel表格，然后你做一个，把你之前的那些总数据，然后你拉进来，把你工作的那些情况，然后你放里面分析一下。后期你再有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再问我。过2天我问他了，我说你那个做了吗？然后他就告诉我，这2天特别忙，我没时间做那个。我说行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问他，我说你做了吗？所以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？他不在意呀。他既然就是你让我做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让我帮忙，你却是不听我的呢？就是在你觉得他在工作上不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去工作，对对对，所以给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没有上进心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是女生现在想跟男生分手的一个理由，对吧？对。大男子主义是第一个理由，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在工作上面不够上进，第三个你要跟他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我这边呢最生气的就是他先斩后奏。比如他把工资卡主动交给我，告诉我我这个人比较懒经常忘，然后这边需要你帮忙，然后你帮我做规划。我说好啊，然后我跟他对账对不上，差了几百块钱，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情况，他告诉我他借同事了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什么时候还呀？他就告诉我过几天就还。我说行。那过几天我又问他，我说那你那个钱还你了吗？然后他又告诉我过几天吧，人家最近特别忙。我说好，过几天再说吧。我过几天又问他那过半个月他说会还我。我说那过半个月，我说那行，我又等了半个月半个月之后他告诉我还不回来了，那个同事随份子了。我说那么点的小事你都能欺骗我吗？就是你帮他管账，你发现对不上账。对对对。是因为他把钱随了份子了。对。他的钱他随个份子有啥不行呢？对呀，我也是挺奇怪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怕他着急，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好，所以说我不着啥急嘛，几百块钱，那大男人我自己挣的钱我随个份子。再说你们俩也不是夫妻，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？这个事情我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，这叫什么多一事少一事的呀？我也没听明白除了这个先斩后奏还有什么呀？他妈妈生病了，然后你说买药不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？他把钱寄回去给妈妈买药，我也很理解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件事情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，对吗？他又告诉我他借同事了，然后好长一段时间，在我逼问之下，他告诉我了钱回不来了，给妈买药了。所以你这用词不当，这不叫先斩后奏。就他老骗你呗。对啊，在经济问题上他经常骗你，是这问题吧？对啊，我这边是确实是给我妈买药着急，然后后来的话又。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说是借给同事了呢？他当时追问我的时候，我就随便答应了。那为什么不告诉他是给妈妈买药了呢？当时是在电话里说的，我也没有着急跟他细说。那你怎么一着急就随口说谎呢？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工作忙，他电话的话。你怕什么呢？我是为了就是抓紧时间去开一个会，就直接就把电话。对啊，那你跟他说妈妈生病了，这很自然啊，不影响啊。借给同事，妈妈生病，你这字儿差不多，不影响你的时间啊。因为当时你担心什么？借给同事。说实话，你担心什么？是借给同事和对，借给同事就意味着这个钱还能再回来，给妈妈看病就意味着这个钱不能回来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么一个信息？我这钱还能回来？你想表达什么？两个时间。你想表达什么？两个时间距离得太近了。什么时间？就是借同事的钱，随份子和跟我妈买药的钱，这个时间太近了。所以呢，你担心什么呢？你是怕他瞧不起你吗？你是担心他觉得你挣钱挣得少吗？还是别的什么？
挣钱挣的少吧。那你说实话就行了嘛。所以你是害怕女生觉得你挣钱挣的少嘛？所以每一分钱你都很算计的在用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所以才会说谎嘛。啊，女生接着说，还有别的吗？你要跟他分手的理由？还有他之前就是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就是特别温柔，特别体贴，而且每次都要主动就约我去吃饭、看电影。他在这方面确实特别细致，我能感觉到，就是在马路上，然后经常还就是我鞋带开了帮我系鞋带。现在呢？我现在都约他我都约不上，还突然之间放我鸽子。为啥？我那天确实是有原因的。那天我们约会的日子和我们同事吃饭的，我确实是工作忙，确实忘了，正好是一天。然后那天我也打电话解释了，但是电话打到一半没有电了。然后随着时间的紧急和同事的催促，我就直接去，加上吃饭，加上唱歌。然后我这边也喝了很多酒，然后他也最讨厌我喝酒的。然后回到住的地方的话，就2点多了，然后我就直接睡觉了。哎，所以我也很奇怪，为什么女朋友的生日答应跟女朋友过生日，变成了跟同事的聚会了呢？那约会不是生日啊？对呀。因为我跟我们同事是提前定的。那你跟他是提前定的吗？跟他的话是要晚在跟我同事定的日子之后，所以说我把日子记混了。行吧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还有别的吗？他除了放我鸽子，然后他就慢慢的他就变得就是撒谎成性了，你知道吗？撒什么谎呢？明明他不是在加班，他跟同事出去玩去了，他告诉我他加班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那天晚上要让我陪他一起去逛街，但是同事这边应酬我确实是推不开，所以说我跟他撒了谎。为什么不能直接跟他说呢？你害怕什么呀？但是他这边确实是跟我说了，我如果没有到场陪他的话，他这边的话也会生气的，所以说我直接撒了一个谎。所以你的逻辑是怕他生气。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其实还有很多很多，他主要还是我看不到他上进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他毕竟是外地人嘛，本来就是房子也没有，车子也没有，然后再加上生活上方面他又没有好的一个规划，我看不到我们之间的未来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你现在对他能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是没有把握的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你提出的分手对吗？他来挽留你，但是你又舍不得，舍不得的是什么呢？哪部分的东西呢？就是他之前特别的温柔，特别的体贴。不，咱们不老说之前，日子不能靠之前过嘛，啊。就是说现在偶尔的也会打电话问候一下啊，就嘘寒问暖是吧？对对对对，然后也偶尔的也会给我送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然后还会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每天晚上9点下班的时候，他都会6点的时候过来给我送吃的。哦，就很体贴你是这意思吧？嗯，不想分，不想分，但是他又看不到希望，这可咋办呢？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小妍，你刚开始给他写诗，肯定是他身上的某一种品质吸引了你。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见面，对，他哪一点吸引你？他是个外地人嘛，当时就带了几百块钱，不到500。他来到天津之后，大学是自己半工半读学下来的，我在这方面是特别佩服他。就是自己半工半读养活自己，读了大学。对对对，在你心目当中，他是一个极其上进的青年的代表。对对。但是现在你今天站在我们这儿，用的却恰恰是那个不上进，来形容你对面的这个男人。但其实我跟你说，小妍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就是因为他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所以你不用再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了。什么他大男子主义啊，你给他找工作他不去，这不叫大男子主义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男人的自尊心。他的自尊心是由他的自卑心理引起的自尊，所以他拒绝你帮他找工作。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站在这儿，实话实说，分手就是想分手，不用再找那些其他的理由。而对于男孩来说，你的问题就是习惯性的说假话。今天在舞台上是这样，生活当中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也是这样。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和所有人说你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我特别理解你，你生活的不容易，有很大的压力，你所有的这一切的包装也好，掩饰也好，
周旋也好，都是因为你害怕失去。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很无奈，你不想说那样的话，你也不想骗他，也不想骗任何人，可是就在那一刹那，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。无需自卑，年轻人只要肯努力，只要脚踏实地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真正爱你的人。他不是你的诗，正如你不是他的梦。所以祝你们各自安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老师。来，珊娜老师。二位好。什么叫上进心啊？就是我平时在看书的时候，他都在打游戏。你要想想你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这么一个男人以前很好，为什么后来跟你相处就老是要撒谎，而且有些谎撒的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完全可以直白的说，他并没有拿钱去做一些什么坏事，但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谎话？你一定无数次的在他面前描述我的标准是什么，我要跟你结婚的门槛是什么。而且每次在描述这个标准的时候，你都还会跟他说，其实这不过是最低标准，我不是个贪心的女人。这样的话就让他更难堪。如果你的要求很高，那大概内心会有心理安慰。你一边跟他说我要这个要那个，还要说其实我这只是最低标准、最低门槛，那让一个男人会有多难堪？所以所有女人都要警醒，如果男人对自己老是撒谎，其实不管是他有问题，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不知道你那个哭泣，你那泪水是为了自己的悲哀，还是因为他骗你。所以你应该好好去想一想，这泪水的背后，他
就在那个问题上跟你去纠缠了很久。其实我就想让你说句真话，临了你还是在这个场上都没说一句真话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是挣的少啊，我努力工作，总有一天我会挣得多呀。这有啥呀？就是不敢正视自己嘛。所以这个恋爱谈成了这样嘛。他喜欢你这个人，一开始他喜欢你的是什么呀？是你的努力上进嘛。现在你把努力上进丢了，把你的诚实老实都丢了，那当然他要走了。那句话说的特好，大丈夫何患无妻嘛。如果一个女人爱的不是我，爱的是我的房子和我车子的话，那这个女人我不娶也罢嘛。但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女人呢？你真的爱她吗？你真的能够做那个生活的强者吗？你自己想清楚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以前的点点滴滴就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。我真的爱你，我也不想和你分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那些不在意的事情会让你特别生气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会改的。我原来答应你的，要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那么大事小事呢，我也会跟你商量。我之前认识的不是这样的你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变得是这个样子，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到底该不该原谅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我只希望原来的那个你能回来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你曾经的那么多的种种承诺，都是你对我的承诺。行了，咱们把这个原来的你最后说破吧，姑娘。原来的你是给了很多承诺的你，所以这姑娘爱的是那个能承诺她这样或者那样生活的那个男人，所以你爱的是过去的承诺，而不是这个人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我会拾起以前我的自我，更加努力的拼命的工作，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追求他。还追他呀？对。我怎么？行，你回吧，谢谢。